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在人群里一站，你就不敢小看他？为什么有些人一开口，你就想把最重要的事托付给他？为什么有些人分明话不多，却让你觉得他比谁都靠得住？这背后的答案藏在一种被遗忘的识人智慧里，他跟你学过的所有社交技巧都不同，跟那些教你察言观色的速成课更不一样。它是一种直抵本质的能力，能让你在几秒钟之内看穿一个人最真实的底色。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套识人体系，来自一本被误解了上千年的书，它不是迷信，不是算命，不是庙门口摆摊用的江湖骗术，它是一套经历过生死检验的底层识别系统，是古人在最残酷的时代里用无数血泪换来的生存法则。在那个年代，看错一个人，代价不是亏损，不是被辞退，而是掉脑袋。你今天选错了合伙人，最多赔掉一笔钱；你今天信错了朋友，最多被伤一次心。但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乱世，你头靠错了主公，你死；你看错了同僚，你死；你信错了兄弟，你死。你判断不了一个人的真实意图，你的下场就是死。所以那套识人术不是什么饭后谈资，它是战略工具，是顶级精英用来做生死决策的核心方法论。我们先回到那个时代去看一看，那是一个极度内卷、秩序彻底崩坏、阶层剧烈洗牌的大动荡时期。几十年里换了5个朝代，10几个割据政权走马灯一样地换皇帝。今天你跟对了人，明天你跟着的人头颅落地，你也跟着完蛋。在这种环境里，每个人都是戴着面具活着的，每个人都在表演忠诚，每个人都在隐藏杀机。你怎么办？你靠什么来判断谁值得托付，谁必须远离？你就得靠一套能够穿透所有伪装的识人系统。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相传它的源头是一位隐居深山的智者，他一生不问世事，但看人极准，准到什么程度？准到他只要看你一眼，你的人生轨迹他就能说出8、9分。他把自己一辈子的识人心法传给了一个后来名震天下的人物，那个人后来成了连开国皇帝都亲自跑去拜访的神人。想想这个画面，一个刚刚打下江山的皇帝坐拥天下，手握生杀大权，却要放下身段，亲自跑去深山老林里拜访一个老头子。他图什么？他就是去求这套识人的智慧，因为他太清楚了，打天下靠的是武力，守天下靠的是识人。你要是连身边的人是什么货色都看不清楚，你的江山坐不稳。这本书就是这样传下来的。它的核心目的从来不是教你看手相，也不是教你算哪年发财，它教的是一套看穿人性本质的功夫。我们先从第一个维度说起，眼神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得非常透彻，眼睛是内心世界的外在显示器，神态是一个人真实状态的操控系统。你观察一个人先看什么？先看眼睛，这听起来像一句废话，但这里面藏着极其深刻的道理。为什么是眼睛？因为眼睛是人体里唯一一个你没办法完全控制的器官。你可以控制你的嘴，说出最漂亮的话，你可以控制你的表情，挤出最真诚的笑容，你可以控制你的肢体，做出最开放友好的姿态，但你控制不了你眼睛里的那道光，或者说你控制不了那道光消失的瞬间。一个真正有野心的人，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叫锋芒，他藏不住。你跟他面对面说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压迫感，一种被扫描的感觉。他在听你说话，但他的眼睛不是在接受信息，他是在评估你，在称你的斤两。一个内心被恐惧填满的人，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叫漂移，他的眼睛不敢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不敢跟你对视，总是在找退路，找出口，找任何一个可以让他逃离当下压力的方向。一个内心已经死掉的人，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叫空洞，那不是什么悲伤，也不是愤怒，就是空像一口枯井，你往里看什么都看不到。这本书把眼神分得非常细，清澈的、浑浊的、有神的、散乱的、深邃的、浅薄的，每一种都对应着一种内心状态。眼神清澈而有神的人，心性纯正，做事有始有终；眼神浑浊散乱的人，内心混乱，做事虎头蛇尾，而且容易被欲望牵着鼻子走。这种人不可深交。你仔细想一想，这是不是玄学？其实不是，它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一个内心清明、目标坚定的人，他的注意力是聚焦的，
他的大脑里没有那么多杂音和恐惧，所以他的眼神自然就是聚焦的、清澈的。一个内心混乱、被各种欲望和恐惧撕扯的人，他的大脑里同时运行着太多程序，他根本没有多余的资源去维持一个稳定的、聚焦的眼神，所以他的眼神自然就是浑浊的、散乱的。这不是什么神秘主义，这是神经科学，是心理学。只不过古人用的是他们的语言框架，但他们描述的是同一个东西。我们来想一个你最熟悉的场景，面试。你坐在面试官对面，你以为他在看你的简历，在评估你的项目经验，在分析你的回答逻辑。但一个真正老道的面试官，他在看什么？他在看你的眼神。你推门进来的那一瞬间，你的眼神是什么状态？是慌乱的到处扫视，在寻找安全感，还是平静的直接跟他对视，带着一种从容的笃定？你回答棘手问题的时候，你的眼神是什么状态？是向下看，在大脑里慌张的搜索标准答案，暴露你的不确定，还是直视前方，稳稳地表达你的观点？这些细节在3秒钟之内，一个有经验的人就已经完成了对你的初步判决。后面那半小时的谈话，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验证他最初那3秒钟的判断。这就是这本书在告诉你的东西。第一印象的形成机制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样，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的眼神在说什么。但这里面藏着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眼神是内心状态的外在显示器，那改变眼神的根本方法是什么？是回家对着镜子练眼神吗？不是，是改变你的内心状态。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不需要练习自信的眼神，因为自信本身就会像泉水一样从眼睛里涌出来。一个真正有格局的人不需要假装淡定，因为格局本身就会让他的眼神稳定而深远。所以这本书表面上是在教你怎么看穿别人，实际上它是在倒逼你审视自己。你的眼神现在是什么状态？你的内心现在是什么状态？你觉得你藏得很好，但你的眼睛可能早就把你出卖了。这是第一个维度，眼神是灵魂的镜子，它从不说谎。第二个维度，骨相，这是书里最硬核也最容易被误解的部分。很多人一听到骨相这2个字，脑子里马上浮现出一个画面，庙会门口一个老头摸着你的脑袋，嘴里念念有词，什么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大富大贵之命。这是对骨相最浅薄、最庸俗的理解。这本书里讲的骨相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骨骼的形态反映的是一个人在长期生存压力下身体和精神状态的综合结果。注意这2个字，长期它不是天生的，它是你过去几十年生活方式、心理状态、社会位置在你身体上刻下的痕迹。你的脊背是挺直还是弯曲？你的肩膀是舒展还是内扣？你的下颌是抬起还是下垂？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你人生的记事本。一个长期活在恐惧和压抑里的人，他的身体会本能地进入防御姿态，肩膀内扣，脊背弯曲，脖子前伸，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只缩起来的虾。这不是他自己选的姿势，这是他的身体在漫长的压力下形成的自动化反应。他已经感觉不到自己是在缩着了。一个长期处于自信和从容状态的人，他的身体会自然地展开，肩膀舒展，脊背挺直，下颌微抬。他站在哪里，他占据的空间都是舒展的、开放的。这本书里有一个概念叫骨轻，说骨轻的人有贵气。什么叫骨轻？不是骨头轻，也不是骨头白，是一种气质，清瘦而挺拔，线条分明，没有多余的赘肉，整个人有一种精干的感觉。这说的是什么人？是那种长期自律、精神高度集中、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因为长期处在这种状态里，他的身体必然是紧致有力的，不可能是松散臃肿的。跟他相对的书里说，骨重则贵，骨轻则贱。这里的轻重不是称上的重量，是一种气质上的分量感。一个人往你面前一站，他有没有分量你是能感觉到的。这种分量感从哪里来？从他的阅历，从他经历过的大风大浪，从他处理过的复杂局面，从他在极端压力下咬着牙做出的艰难决策。这些东西不会消失，他们会沉淀下来，沉淀在他的气质里，让他有一种厚重感。反过来，一个没经历过什么事的人，一个从来没有在真正的压力下站稳过脚跟的人，他的气质是轻飘飘的，他说话也好，做事也好，都缺乏那种让人信服的分量。所以骨相这个东西本质上是在读取一个人的人生密度。你的人生有没有密度？你经历过什么？
你在最难的时候是怎么扛过来的，这些东西都会一字一句地写在你的骨相里。这里我要说一个可能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真相，在现代社会里，有一种人，他们从小到大一帆风顺，家境优渥，从来没有遭遇过真正的困境。他们受过极好的教育，简历写得无可挑剔，谈吐得体，举止优雅。但你仔细观察他们你会发现他们身上少了一样东西，就是那种在逆境中被反复磨砺出来的厚重感。真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会慌，真遇到狠角色的时候他们会怯，因为他们的骨相里没有那些刻痕，他们没有被打磨过。而那些真正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人，那些被生活反复摔打却一次次站起来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种东西叫韧性。这种韧性写在他们的眼神里，写在他们的骨相里写在他们面对巨大压力时那种不动声色的从容里。这本书早在1000年前就看穿了这一切。第3个维度，声音。书里有一句话，声音者乃一身之主宰。声音是一个人内在状态最真实的外化，你根本就藏不住。你注意过没有？那些真正有力量的人，他们的声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沉稳，有穿透力，不快不慢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这不是天生的好嗓子，这是一种内在状态的外在显现。一个内心焦虑的人，他说话的语速会不自觉地加快，因为他的神经系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的思维在飞速空转，嘴巴在拼命追赶大脑，所以他说话急促跳跃，缺乏连贯的逻辑。一个内心自卑的人，他的声音会不自觉地变小，小到好像怕被人听见一样。因为在他的潜意识深处，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有资格被听见。他的声音本身就在向世界传达一个信号，我不重要，你可以忽略我。而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他的声音是稳定的不管外部环境多么嘈杂，不管对面坐着的人气场多强，他的声音始终保持同样的频率，同样的力度，同样的节奏。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展示这本书把声音分成很多种，洪亮的、清越的、沙哑的、尖细的、低沉的。他说声音洪亮而清越的人心性开阔，有领导力；声音尖细而急促的人心性浮躁，难成大事这听起来好像又是在给人贴标签，但它实际上描述的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身心关系。一个心性开阔的人，他的呼吸一定是深的，他的腹腔共鸣一定是充分的，所以他的声音自然洪亮而有力一个心性浮躁的人，他的呼吸是浅的，他的胸腔是紧张的，所以他的声音自然尖细而急促。这是身心一体的基本原理，一点都不玄。但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还不在这里，它最让我震撼的洞察是他说声音是可以变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声音是内在状态的外化，那么当你改变了你的内在状态，你的声音就会跟着改变当你的声音改变了，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就会改变。当你的第一印象改变了，你遇到的机会就会改变。当你遇到的机会改变了，你整个命运的轨迹就会跟着改变这是一个完整的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这本书不是在告诉你你的命运是固定的，它是在告诉你你的命运清清楚楚地写在你的当下状态里。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那你要是想改变命运，不用去求神拜佛，你首先要去改变你的状态，这才是这本书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地方。好，现在我们进入这套10人系统最核心也最富有争议的部分面相与命运的关系。书里有一个极其著名的论断叫相由心生，这4个字大概每个人都听过，但真正理解它深度的人少之又少。相由心生不是在说你心里想什么，脸上就立刻长出什么，它说的是一个更深层的机制。你长期的心理状态，你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你反复经历的那些情绪，会通过肌肉记忆，通过神经系统，通过荷尔蒙水平的变化，实实在在的物理性的改变你的面部形态。一个长期保持微笑的人，他嘴角的肌肉会形成一个微微向上的弧度，即使在他不笑的时候，他的嘴角也是自然上扬的这让他看起来亲切、开放、友善，让人愿意靠近。一个长期皱着眉头的人，他眉间的川字纹会越来越深，他的面部表情即使在放松状态下，也带着一种紧绷和严肃这让他看起来难以接近，甚至让人感到无形的压力。一个心里装满愤恨和怨气的人，他的面部肌肉会形成一种向下、向内收缩的模式，他的整个表情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郁和戾气。
而一个长期处于平和喜悦状态的人，他的面部肌肉是舒展的，是放松的，整个人会散发出一种温暖而明亮的气质。这不是玄学，这是肌肉记忆，这是神经可塑性。这是现代科学已经反复证实了的东西，但这本书在1000年前就已经把这个机制讲得通透无比。更让人后脊背发凉的是书里一个叫气色的概念。他说一个人的气色反映的是他当下的运势和状态，气色好的时候做什么都顺，气色差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这听起来很玄，但你把它翻译成现代语言，它描述的是一个极其真实的自我强化循环。当一个人处于上升期的时候，他的整个状态是充盈的，有活力的，能量满满的，他的皮肤有光泽，眼神有神采，步伐有力量。这种状态本身就会让他在社交中变得更有吸引力，做决策时更果断，面对机会时更敏锐。于是好的结果真的会接踵而来，他也就真的越来越顺。而当一个人处于下降期的时候，他的状态是萎靡的、无力的、充满焦虑的，他的皮肤暗淡，眼神涣散，步伐沉重。这种状态会让他在人群中失去吸引力，决策变得犹豫不决，在机会面前反应迟钝。于是差的结果真的会频频发生，他也就真的越来越不顺。这是一个正向或者负向的飞轮，好的状态产生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又强化好的状态，差的状态产生差的结果，差的结果又反过来强化差的状态。这本书用气色这一个词，就把这个复杂的系统循环讲得明明白白。他说你看一个人的气色就能判断他现在正处在哪个循环里，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系统思维。但这里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命运可以从面相上读出来，那命运是不是固定的，是不是不可更改的？这本书的回答斩钉截铁不是。它有一句话是我认为全书最重要的一句话：心善者虽恶相可解，心恶者虽吉祥难逃。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个内心善良积极向上的人，就算他天生的面相不好，他的命运也可以被扭转。一个内心阴暗充满恶念的人，就算他长了一张大富大贵的脸，他的命运也终将走向毁灭。这句话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行为决定命运，而行为来自于内心。一个内心善良的人，他的行为模式是利他的，是开放的，是建立信任的。这种模式会让他在社会网络里一点一滴地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善意和资源，在关键时刻总会有人愿意拉他一把，他的人生轨迹就会自然而然地向上走。一个内心阴暗的人，他的行为模式是算计的，是封闭的，是消耗信任的。这种模式会让他在社会网络里一天一天地积累起越来越多的敌意和隔阂，在关键时刻他会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他的人生轨迹就会不可逆转地向下滑。所谓的面相不过是这些行为模式在脸上经年累月留下的痕迹罢了。所以改变命运的根本方法不是跑去整容，不是去改所谓的面相，而是改变你的内心，改变你的行为模式，让一个好的面相从你的心里自然地生长出来。这是这本书最深刻的洞察，也是它超越所有普通算命书真正具有哲学价值的地方。现在我们来聊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看看这套识人系统在关键时刻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故事的主角就是那位得到了真传的智者，当年那个后来成为开国皇帝的人，还只是一个落魄潦倒的流浪汉，衣衫褴褛，身无分文。有一天他遇到了这位智者，智者看了他一眼，然后做了一件让周围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情。他翻身下了驴，背对着这个穷光蛋，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旁边的人以为他疯了，眼前这个人一看就是个流浪汉，有什么值得行此大礼的？但智者只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个人日后必为天下之主，我今天先给他行个礼，省得将来还得再拜。后来这个流浪汉果然成了皇帝，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朝代。这个故事当然有传奇的成分，但它的逻辑是极其真实的。智者在那一眼里到底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那个人身上一种即使在最落魄最狼狈的时候也没有熄灭的东西，那种气场，那种眼睛里的光，那种骨相里的厚重，那种声音里的力量。
这些东西是贫穷和落魄，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的真正的强者。你在任何环境里看到他，他都会散发出那种让人无法忽视的气质。这就是识人的最高境界，不看当下的处境，只看内在的质地。一个人当下是富是贫，是高位还是低谷，这都是环境变量，随时都可能翻转。但一个人内在的质地，他的心性，他的格局，他的意志力，他眼睛里的那道光，这些才是决定他未来能走多远的真正核心资产。这本书教你识别的就是这种核心资产，这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你想想你在职场里，在生意场上遇到的那些人，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背景深厚的人，不一定是真正值得你投资和追随的。而那些当下可能还在底层挣扎、还在默默蓄力的人里面，有一些人身上有一种你无法忽视的东西，那种眼神里的笃定，那种面对压力时的稳定，那种对自己目标的极致专注，这些人才是真正值得你交往、值得你合作的人。识人要看的不是他现在在哪个位置，而是他正在往哪个方向走，以及他有没有支撑他走到终点的内在质地。这是这本书给现代人最实用的一课。接下来我们要深入一个更复杂也更深刻的主题，关于阶层和命运的关系。这本书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类体系，它把人的面相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叫做三庭。上庭从发际线到眉毛，中庭从眉毛到鼻尖，下庭从鼻尖到下颌。他说三庭均匀的人命运平衡，一生顺遂。上庭好的人早年顺利，中年后可能遇到波折，中庭好的人中年运势最旺，下庭好的人晚年福厚。这套理论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算命，但它的背后藏着一个极其深刻的社会学洞察。上庭对应的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早年的家庭环境。一个人的额头宽广饱满，通常意味着他有良好的早年成长环境，有充足的教育资源，还有开阔的思维格局。这些东西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阶层的标志。中庭对应的是一个人的社会能力和中年的事业发展。鼻子是中庭的核心，这本书说鼻子代表一个人的财帛和自我。一个人的鼻子是否挺拔饱满，反映的其实是他内心深处的自我价值感和他在社会竞争中的存在感。下庭对应的是一个人的晚年和后代根基，下颌宽厚意味着这个人心性稳固，有承载力，有包容力。你看这一整套系统本质上是在描述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核心竞争力，而且这些竞争力跟他的出身阶层有着斩不断的联系。这里面藏着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真相。这本书没有明说，但我要替他说出来。在古代社会，一个人的面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出身阶层决定的。一个贵族家庭的孩子从小营养充足，生活优渥，精神状态舒展自信，他的面相自然是饱满开朗，带着所谓的贵气的一个平民家庭的孩子，从小营养不良，生活艰辛，长期处于压力和恐惧之中，他的面相自然容易是萎缩阴郁，缺乏生气的。这哪里是命运决定了面相，这分明是阶层决定了生存环境，生存环境塑造了身心状态，身心状态最终刻画成了面相。相术在某种程度上是古代社会阶层固化的一种精致表达，它把赤裸裸的阶层差异包装成了玄妙的命运，让底层的人安于现状，不去挑战已有的秩序。这是这本书最黑暗的一面，也是最需要我们带着批判性眼光去审视的地方。但这本书的复杂和伟大之处也恰恰在这里，它在陈述这套阶层宿命论的同时，又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出口，相由心生，命运可变。他在说，是的，你的出身可能决定了你的起点，但你的心性，你的意志，你当下的每一个选择可以改写你的终点。这是一种极其复杂、充满张力的世界观，它既正视了出身和环境的巨大塑造力，又高扬了个人意志的可能性。这种张力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面对的真实人生困境。我们今天讨论阶层固化，讨论内卷，讨论努力到底有没有用，这是一半的真相，而另一半的真相是在任何时代，在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里，都有人能从最底层硬生生地杀出一条血路。他们靠的不是运气，不是关系，就是那种内在的质地，那种被反复磨砺出来的坚不可摧的意志力，那种即使在人生最黑暗的隧道里也从未熄灭的眼神里的光。这本书说这种质地是可以被看见的。好，我们现在来聊这本书里一个非常具体非常实用的部分，我把它总结成识人七法，
这7种方法你掌握了之后，马上就能在日常生活中用起来。第一法看额头，额头代表一个人的思维格局和早年运势。额头宽广、饱满、光滑的人，通常思维开阔、有远见，做事有大格局。额头窄小、布满纹路的人，思维容易局限在细节里，格局不够大。用现代话说，额头是一个人大脑操作系统的外显，格局大的人，看问题的维度就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第二法看眉毛，眉毛代表一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和人际关系。眉毛清晰、舒展、有型的人，情绪稳定，人际关系和谐，容易遇到贵人。眉毛杂乱、断续下垂的人，情绪波动大，人际关系复杂，容易在关键时刻被身边的人拖累。眉毛就是一个人情绪智商的外在显示。第三法看鼻子，鼻子代表一个人的财运和自我价值感。鼻子挺拔饱满、鼻头圆润的人，通常自信、有担当，财运也相对稳定。鼻子塌陷、肩薄、鼻孔朝天的人，自我价值感低，容易被人轻视，财运起伏不定。鼻子就是一个人自我定价的外在显示，你觉得自己值多少，你的鼻子会替你说话。第四法看嘴巴，嘴巴代表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和晚年福气。嘴巴宽大、嘴唇饱满、嘴角上扬的人，表达能力强，有亲和力，晚年运势好。嘴巴小而紧绷、嘴唇薄、嘴角下垂的人，不善表达，缺乏亲和力，晚年容易孤独。嘴巴是一个人的社交资本，一个长期积极的人，嘴角自然是往上走的。第五法看耳朵，耳朵代表一个人的早年家庭背景和基础资源。耳朵大而厚实，耳廓清晰，耳垂饱满的人通常有不错的家庭根基，早年资源充足。耳朵小而薄、耳廓不清晰的人，早年资源匮乏，需要靠后天拼命努力去弥补。这不是说耳朵小就命不好，而是提醒你你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第六法看下颌，下颌代表一个人的意志力和晚年根基。下颌宽厚、方正有力的人，意志力坚定，根基稳固，晚年有依靠。下颌窄小、尖细、软弱的人，意志力不足，根基不稳，晚年缺乏支撑。下颌就是一个人执行力的外显，能咬牙坚持的人，下颌肌肉一定是发达的。第七法看整体气场，这是最高级也最难学的一法。它不是看某一个具体的器官，而是看一个人整体散发出来的那种东西，那种你第一眼就感受到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能量。气场是一个人内在状态的总和，把眼神、骨相、声音、面相全部加在一起，淬炼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东西。你可以练习眼神，可以调整姿态，可以训练声音，但你绝对伪装不了气场，因为气场是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它来自你的内心状态，来自你的人生积累，来自你经历过的一切，在你身上留下的所有印记。所以这本书最终指向的不是一套用来算计别人的技术，而是一条让你自己成为更好的人的修炼路径。当你的内心足够强大，格局足够开阔，意志力足够坚定，心性足够纯正，你的气场自然就会变强，你的面相自然就会改变，你的命运自然也就会跟着改变。现在我们把这些方法应用到几个最真实的现代场景里。场景一，你是一个创业者，你需要找一个能跟你背靠背打硬仗的合伙人。你面前有2个人选，第一个人履历光鲜，名校毕业，大公司背景， PPT 做得美轮美奂，谈吐滴水不漏。但你注意到，当你们谈到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时，他的眼神会有一瞬间的闪躲，他的肩膀是微微内扣的，他的声音在面对压力性问题时会不自觉地加快。第二个人背景普通，甚至经历过惨痛的失败，但当他说起那次失败时，他的眼神是平静的，甚至带着一丝自嘲的笑意，他的脊背始终是挺直的，他的声音从头到尾都保持在同一个稳定的频率上。你选谁？这本书的答案会告诉你选第二个，因为第一个人的所有光鲜都是顺境之下的产物，他内在的质地还没有被真正的风暴检验过，是未知的。而第二个人他已经被检验过了，他在最糟糕的处境下展现出的那种稳定、平静和诚实，才是真正可以托付的。这套10人逻辑的核心就是不看顺境时的表现，看逆境时的状态。场景2，你想判断一个刚硬式的朋友值不值得深交，方法极其简单，观察他在利益面前的眼神变化。当你们谈到一笔可能的收益或者一个潜在的好处时，他的眼神会发生什么？如果他的眼神瞬间变得精明算计，透出一种贪婪的光，那这个人是利益驱动的。他跟你的关系本质上也是利益关系，利益没了，关系就没了。
如果他的眼神依旧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审慎和警惕，那这个人有自己的原则和判断体系，他不会轻易被利益冲昏头脑，他是一个可以共事、可以深交的人。场景3，你需要在职场里识别那些擅长表演的空心人，他们非常厉害，在领导面前积极进取，在同事面前谦逊友善，在下属面前体贴关怀，一切都演得无懈可击。怎么拆穿他们？这本书的方法是观察他在没有观众时的状态。当他以为没人注意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他的眼神是什么状态？他的姿态是什么状态？一个真正有内核的人，在人前人后是高度一致的，因为他不是在表演，他本来就是那样的人。而一个表演者，当他卸下所有观众的那一刻，他的面具会脱落，他的眼神会变得漠然甚至冷酷，他的姿态会变得松散甚至颓废。这就是书里说的察其动观其静。动态的表演可以被精心训练，但静态的真实状态是骗不了人的。最后，我们来回答那个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命运是固定的吗？这本书给出了一个极其复杂、充满辩证的答案。他说命有定数，但心无定数。什么意思？你的出身、你的基因你无法选择的早年环境，这些构成了你命运的底色，这是定数。但你的心，你对这些底色的态度，你面对命运剧本时做出的每一个选择，这些都是无定数，是你完全可以改变的。书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有一个人去找那位智者，智者看了他的面相后说，你命中注定是穷苦命，这辈子不会有大的富贵。那人听了之后没有沮丧，也没有愤怒，只是平静地问了一句，那我能做什么？智者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你能做的是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大，心大了，命就大了。这句话我认为是全书最重要的一句话。什么叫心大？不是让你狂妄自大，不是让你自我膨胀，而是让你去扩大你的格局，扩大你的视野，扩大你对人生可能性的想象力。一个心小的人，他的世界是封闭的，他只能看到眼前的困难，看不到远处的机会，只能感受到当下的痛苦，感受不到未来的希望。他所有的决策都是基于恐惧和局限。一个心大的人，他的世界是开放的，他能在困难中看到机会，在痛苦中品味成长，在局限中寻找突破口。他所有的决策都是基于可能性和信念，这两种人面对同样的命运底色，会走出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这就是所谓的命由心造。但我要替这本书把最残酷的那部分真话说出来。扩大心量说起来是4个字，做起来是脱一层皮。因为一个人的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他的成长环境反复压缩过的。一个从小在恐惧和匮乏中长大的人，他的心量就像一个被压扁的盒子，他的思维模式是防御性的，本能反应是保护自己，而不是去拓展。要改变这种深层的心理结构，需要你拥有极其强大的自我觉察力，极其坚定的意志力，以及反复的痛苦的实践和磨砺。这不是看一本书、听一节课就能做到的，但这本书给了你一个最重要的起点，它让你意识到你现在的状态不是你的终点，你的面向不是固定的，你的命运更不是固定的。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改变。这种信念本身就是所有改变的开始。说到这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也是这本书倒逼我们每个人去面对的那个终极问题：你真的了解你自己吗？不是那个你想象中的自己，也不是那个你精心包装在朋友圈里的自己，而是那个真实的、赤裸裸的写在你的眼神里、骨相里、气场里的自己。我们活在一个自我包装过度发达的时代，我们可以用无数种方式去构建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展示给世界看。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打磨那个外在的壳，但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去硬实壳下面的那个真实的人？这本书最深刻的地方，不是它教会你如何去看透别人而是它逼着你回过头来看清你自己。当你学会了看眼神，你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眼神里原来藏着那么多恐惧和焦虑。当你学会了看骨相，你才发现自己的肩膀一直是内扣的，脊背是不知不觉弯着的，你一直都在用一种防御的姿态面对世界。当你学会了听声音，你才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在权威面前会变得那么微弱，在压力之下会变得那么急促。这种自我觉察是痛苦的，因为它会击碎你所有的自我欺骗，但这恰恰是改变的起点。因为你永远无法改变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只有当你真真切切地看清了自己当下的真实状态
你才能开始着手去改变它。这就是这本书送给现代人最珍贵的礼物，一面能够照见你内心真实状态的镜子。你现在的面相是你过去所有经历、所有选择、所有心理状态的总和，它是你的过去写给你的一封信，但你未来的面相是由你当下的选择决定的。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正在一笔一划地刻画出你未来的样子。这个真相既让人沉重，又让人充满希望。沉重是因为你无处可逃，你的一切内在状态都会被诚实地写在脸上，被那些懂得识人的人一眼看穿。充满希望是因为你掌握着主动权，只要你决心改变你的内心，你的面相就会随之改变，你的命运轨迹就会转向。书里最后想告诉你的就是这么一个朴素而伟大的真理：命运不是谁给你写好的剧本，而是你自己一天一天用你的眼神，用你的选择，用你内心深处那道光亲手写出来的。一个人真正的贵气，从来不是来自他的出身，不是来自他的财富，更不是来自他的社会地位，它来自他内心最深处的那种真实和从容，那种无需证明、无需表演、无需躲藏的真实而从容的状态。那才是最高级的气场，那才是最难得的贵相。当你真正读懂了这套识人的智慧，你才开始真正读懂人。当你开始读懂人，你才开始真正读懂你自己。当你真正读懂了自己，你才开始真正读懂所谓的命运。而命运它从来都不在别人手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那么一点启发或者让你对应识自己和应识他人有了新的思考，不妨长按点赞关注我们。我们下期会继续为你拆解另一本让人醍醐灌顶的奇书，它讲的是关于人性和命运的另一个深刻真相。我们下期见。